见萧峰缄默不语地立在原地，老人家以为自己说错话了，刚要向萧峰道歉，就见萧峰凭空变出一根做工精细的木棒，紧接着那木棒发出耀眼的光芒悬在半空，然后他被萧峰拉着胳膊，一起踩在木棒上飞在空中，而那个8、9岁的白衣小公子则御剑跟在他们身后。在空间里看到这一幕的魏婴，从他自制的乾坤袋里取出随便看了又看，随便，师傅说你是一把神剑，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载着阿英和战哥哥在空中飞？说着，魏婴将随便抛向空中，就见随便稳稳当当地悬在半空。眼睛一亮，魏婴道：随便，太高了，你落到阿英和战哥哥面前好不好？像是能听懂魏婴的话，随便倏地飞到魏婴和蓝面前。魏婴一喜，拉着蓝站立在随便上，刚站好，随便就在空间里飞起来。突然的飞行吓了魏婴和蓝战一跳，好在两人一直在修行，很快稳住身形。飞在半空中，魏婴拉着蓝战的手，歪着脑袋对随便道：随便，你可不可以和师傅的打狗棒一样变大一点，再变长一点？随便听话的变大变长了一点。魏婴见状，拉着蓝战排排坐在随便上，笑道：战哥哥，随便果然是一把神剑。蓝战道：嘻嘻。魏婴一笑：战哥哥，以后咱俩想荡秋千，就可以拿随便来荡。蓝战疑惑：怎么荡？魏婴道：就像现在这样，不用人推，也不用绳子，更不用借助外力，咱俩只要一起坐在随便身上即可。蓝战哦了一声：阿英，此剑有灵，我们把它当秋千荡，他会不会不开心？魏婴伸出小爪子拍了拍剑柄：随便，你会不会不开心阿英和战哥哥拿你当秋千呢？听了魏婴的话，随便载着手拉手排排坐的两只小团子向左飞一下，又向右飞一下。很明显，这是在告诉魏婴他不会不开心。来到老人所在村子，萧峰才发现这个村子人烟稀少，几乎没有什么青壮年，都是一些孤儿寡母老弱病残。村民见老人带着萧峰和蓝焕，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颤巍巍问：村长，你找到肯给咱们村除岁的仙家了？老人点点头，指着萧峰和蓝焕向众人介绍。萧峰却觉得奇怪，他问那老人，也就是这个村的村长：老丈，你们村的青壮年呢？村长唉声叹气：逃了，我们这个村本来就不大，只有20几户人家，祖祖辈辈都以砍柴打猎为生，在邪岁来之前，都是家里的青年将猎物或者柴火拿到县城去换钱，但因为路途遥远，也换不了几个钱，大部分青年都选择去县城打工。半年前，和二狗去山上砍伐，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老朽就派人去山上找，结果在山坡下发现满身是伤疯疯癫癫的他，嘴里一直说山里有会打人的树妖。村里的郎中虽然给二狗看好了伤，却治不好他的疯癫，有几个胆大的青年不信，又跑到山上去砍柴打猎，结果撞上树妖，变得和二狗一样。见村里待不下去，大家能跑的都跑了，只留下我们这些孤儿寡母老弱病残在村子里靠挖野菜存活，但野菜总有被我们挖完的时候啊，那些孩子也都在长身子，光吃野菜不吃肉也不行。我们也想过种庄稼，可不知是土质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庄稼收成很差。萧峰道：那些青壮年就没有人去仙门请人来除妖？村长道：请了，可没有仙家愿意来，老朽孙子就是因为请他们，被打断了双腿，现在还躺在床上呢。萧峰道：我去山上看看。村长立即道：老朽陪你去。萧峰道：老丈你已经出来这么久，令孙应当想你了。村长确实想见他孙子，那萧老爷和小公子千万小心呐。萧峰颔首，他带着蓝焕朝山上走去。阿焕，你觉得这个树妖本性如何？萧峰问蓝焕。蓝焕道：听村长的话，树妖似乎也没有夺了那几个青年的命，而是伤了他们，把他们变得疯疯癫癫。萧峰道：还有呢？蓝焕道：感觉那树妖最终目的是在阻止这些村民进山。这时魏婴道：师傅，你把阿英和战哥哥从空间里放出来。萧峰自然答应。一出空间，魏婴就道：师傅，那位村长老爷爷既然能够担心野菜被他们吃光，为什么就不担心山上的树木和猎物也有可能被他们砍伐殆尽和猎完呢？萧峰沉吟：
阿英说的有道理。片刻，魏婴指着一棵粗壮的树，师傅，这棵树上有2道干枯血痕。蓝湛指着另一棵，也有。蓝焕走过去，用手摸了摸，又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萧先生，这血很奇怪。魏婴也走过去闻了闻，师傅，湛哥哥，这不是血，是树的眼泪。小朋友，一个苍老的声音道，你如何知道这是我的眼泪？魏婴仰头，你是树妖？那声音道，那些小伙子确实叫我树妖。魏婴道，那你是吗？树妖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萧峰道，你为何要伤那些人，还把他们变得疯疯癫癫？树妖道，我没有伤那些小伙子，只是阻止他们进山，他们是被我的眼泪吓傻的，至于身上的伤势，他们自己滚下山摔的。魏婴道，树爷爷，你是不是想保护自己的子子孙孙，才不愿意那些人上山？树妖道，是，我本来在闭关，是被一阵又一阵的哭声喊醒的，醒了后才发现山上树都快被村民砍光了，所以我才阻止他们。萧峰问，山上的树都跟你一样有灵？树妖道，没有，只有几个有灵，但那些村民若继续无所顾忌地砍伐下去，山上生灵的那几个小树性命也将不保。话已至此，萧峰自然明白，这一切可以说是村民乱砍乱伐不懂竭泽而渔的道理造成的。既然知道原因在哪里，萧峰便在心里思考解决办法。上一世，他在大辽做南院大王时，也为改善大辽民生问题推行过有力措施。于是，萧峰向树妖提议，要去山上看一看村民将他子子孙孙破坏到什么程度。树妖没有异议，一大三小上了山，看着所剩无几的树木，皆是一愣，拉着萧峰衣袖，魏婴道，师傅，咱们去镇上买些小树苗吧。萧峰点头，好。蓝湛道，除了树苗，还要有适合生长在这个村子土质的粮食种子。魏婴眼睛一亮，湛哥哥说的对。蓝焕沉吟，除了这些，我们还得让那些村民和树妖冰释前嫌，和平共处。萧峰却有些犯难，宋辽都很难和平共处，何况是人与妖？萧大王，不管是宋辽还是人与妖，想要他们和平共处，那他们就要有共同利益，还要上位者不再对他国攻城略地。萧峰，我知。萧大王，村民和树妖都想活着，都在为下一代考虑，那他们就要各退一步。村民还要保证在这几年内不能再乱砍乱伐，适时往山上栽种新的树，更要找一个适合这里土质的农作物。萧峰，你说的不正是阿英和阿湛想法？嘿嘿，我借花献佛。萧峰，其实萧峰不是想不到这些，只是他上一世为了不让大辽皇帝南下攻宋，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他自己的国家，他做到问心无愧，可他却对不起大辽。萧大王，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萧峰，是呀，都已经过去了，这里不存在所谓的民族矛盾。等等，为何是民族矛盾？